我其实告诉你一个蛮可怕的事情，我前段时间我在看我朋友的一个朋友圈，然后它上面是一本 Travel Noir 的书，这本书的图片，然后我打开了淘宝，就是一模一样的这本书就跳在了首页。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So this is Sean and this is Julian. Damn. 前段时间他给我推荐了一部纪录片，叫做《The Social Dilemma》。你看了有什么感受？感受挺多的。我看了这个片子，第一时间我就分享给了我的几个好朋友。Sean 呢，是因为他就是自己的想法比较多，聊这个主题也是聊得比较深刻一点。但是这个纪录片把很多我以前就是很简单考虑的一些点。就具象化了，具象化了，对，就是很震惊。对，然后我看了，我可能知道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算法，我没想到会对这个世界上产生这么大的一个效应。基本上这部电影，这部 documentary 就是告诉我们，人工 AI 嘛，跟工程师用算法来去操纵或者控制我们。你可以使用免费的平台，是，对，但是商家会付广告费，就是给平台，让他把就是推广告嘛，是这样子，就是免费的东西其实不是免费的，然后我记得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如果这个东西是免费的，你就是产品，就是你这个人就是一个产品，我记住这句话对，那就好像是 If you're not paying the product, you are the product。其实这个我自己在网络上面也搜索了一下，这个叫做信息茧房，你对这个有了解过吗？信息茧房？这个词我也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听到有很多 influencers 就会提到这个词信息茧房，就是大家在一个算法被你，就是算法已经帮你做好一个大的，就是一个矩形框架的基础上，你所了解的信息都是在这个茧房的范围之内。当你不断的去深入，算法会越来越知道你想要什么，对，所以你的茧房不会扩大，但是你的茧房会越来越牢固，就是你越来越就是在一个舒适圈里面，对在这个圈子里面去转了。因为信息茧房这个概念是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凯斯桑斯坦提出的。首先会对社会造成的一种就是社会的极端化，就是你会被困在你的茧房里面。你的思维可能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极端。其实我觉得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上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比如说 Black Lives Matters。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在的。对。然后因为他们一直会觉得自己受欺负。其实刚开始这个活动是还很 peaceful 的，就是大家就说 I can breathe， 那样躺在桥上面，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和平的方式。但是后来慢慢的演变成了，就是美国的上层阶级或者白人们在剥削黑人们，所以他们要 fight back。就很多衍生出非常多的一些暴力事件，这个我觉得也是跟这有关系。你想，一个黑人天天在看，比如说看一些黑人受欺负的视频，他会有自己情绪，他会想看下去，他会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受欺负的。所以他们的那个算法，视频的算法就不断给他推荐这类型的视频，因为他那个纪录片里面也说了，他说系统跟算法并不知道这些对信息对你有利还是有害的，他只知道这个东西很有效，它有利益可图取，所以他会不断给你推送这样的信息，然后那这些哥们就被困在自己的茧房里面啊，不断的向自己的极端化去推进。这个其实很明显，就是比如说一些民族特性，就是你的 identity 嘛，你的身份象征，民族特性，然后性别，职位，像这些身份非常容易带入的。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东西还是要回归到我们之前提到那个 algorithm， 也就是算法这个东西里面，因为像 Twitter、Facebook 这种非常大的媒体，其实是很容易能够捕捉到你的信息。你有没有点赞过关于女权主义的内容？是你有没有在现实的环境里面支持过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
其实或者说是你有没有被拍到，就 AI 能不能识别你，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回归到本质还是 algorithm， 就是算法在帮你一步一步的去挖掘，一步一步去封锁你自己摄取那个知识的那个边界。对，然后他会把你的这些东西都捆绑在一起。我的看法跟纪录片里面的那些 social media 里面那些高层的观点一样，我觉得这些大的social media 平台应该担起这个责任起来。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用户隐私没有决定被你挖掘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有一票否决权的。那我觉得像前段时间你也看到那个信息了，就是 iPhone 的那个 IDFA 嘛，是 IDFA 嘛？对 ，IDFA 信息保护就是有可能会演变成说，如果要用到你的个人隐私信息的话，那你就需要赔我钱。像 iPhone 系统里面装入的就是说，你允不允许这些商家去引用你的信息？对，是这样。我其实告诉你一个蛮可怕的事情。我前段时间我在看我朋友的一个朋友圈，然后它上面是一本 Travel Noir 的书，是他 post 了这本书的图片，但是第二时间我就退出了，然后我打开了淘宝，就是一模一样的这本书就跳在了首页。我以前从来没有浏览过他的书，它就直接变成了你要买的东西。就你微信里面看过的图片呢，但是他就是知道你是要干嘛，这是非常神奇的事情啊。对，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就我们手机里面装的很多的软件，它其实可以随意的去吸取你的一些讯息，对吧？或者是说你输入什么，比如说你要学游泳，对吧？是不是它也可以探测到你要学游泳以后会卖课给你呢？对吧？这个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一点，我最近发现的。OK， 我们继续说一下集权化，就刚才我们回到那个话题，就是它的第一个特性对社会的危害是集权化嘛，就是这个人群与人群的这个距离会越来越远。就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讨厌穆斯林，就是可能因为他们一直看穆斯林这些有一些很疯狂的视频，所以他们就非常就之前不是有枪击案嘛，去清真寺去枪杀那些穆斯林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近身边发生的事情嘛，就是我们社区有个打球的群，那么这次有一个小哥呢不幸受伤了，对，然后他呢就要跳起来去告物业，他觉得他是在这里受伤的。然后群里面的人呢，因为大家都是球员嘛，来打球的，所以大家呢都是说啊，你应该去赔偿，因为我发现如果此时此刻有一个人跳出来，其实是有一个大哥他跳出来，我们做这些事情没有意义啊，而且搞得我们自己还没有球打。但是大家的眼光看这个大哥呢，就没有人响应他，就没有人理他，就感觉好像是他说了个非常亏心事的话一样的，就感觉你跟我不是一条心的。你能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大家比如说第一个人有这样的言论，然后他发现大家都很支持他们就会自然而然认为这个言论是对的。就跟我们现实网络里面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说了一个非常这种正确的话，对吗？你就是说 OK， 大家不要这样做，但是他们会觉得你是有问题的，你是一个持反对意见的人。这个我在玩微博的时候，我有明确的这种感受，就是当一个博主发表激进言论的时候，底下的评论其实三观是不正的，但是它的点赞量非常高。我是不是觉得是不是我有问题 ？social media 带给大家的这种负面的东西，它就是这样子，很直接、很干脆。就是你没有看到好的东西的时候，坏的东西它就是站在了前面。它其实是这样，就是这部影片里面也讲过这个部分。它是讲为什么假的新闻会这么多，为什么假的新闻会比真的新闻要多好几倍啊？是好几倍。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假的新闻是它的传播速度是新的新闻的6倍，而且它的利益也是它的6倍。就是 OK， 你想世界上的这种很震撼人心的新闻，就比如说那个杭州杀妻案一样的这种震撼人心的新闻，其实没有几个，对不对？就让你有这种我靠有这样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吗？就刺激到你的大脑皮层。但是假的新闻如果没有真的新闻，它没有办法带来这么多的利益。如果是假的新闻呢，他们就可以有赚钱的机会了。
也是可以刺激到大脑皮层，对吗？因为是假的，但是后来又来一次 ，OK。比如说，很多的八卦明星的新闻，就佟丽娅就跟她的友人在那里推商，就是付钱的这个问题嘛，然后跟那个老板在推商是一个男生，然后他们就是手牵手。这样一个新闻出来，大家说哇，佟丽娅出轨了，怎么引起一大波的流量，对吗？然后最后佟丽娅自己出来解释说 ，OK， 只是在推商而已，没有任何的什么这个花边新闻什么的，就澄清了一下。那这个又有一波流量，对吧？大家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那又下来了。有谁为这个事情负责吗？没有。有谁为要惩罚这个什么新闻媒体者吗？没有。这事情就过了，但是它带来了2波流量，一上一下。因为像这种振奋人心的新闻，就真的很少，所以他们要赚钱，他们必须要去挖掘或者是说编造很多很多，而且没有人为此负责，对吧？你刺激到大家的大脑皮层，大家兴奋的流量就有了，对，所以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做这样的事情。你看的那个视频当中有一个叫披萨给，就是披萨门，点披萨的这个哥们儿。然后可能比较相信这种阴谋论嘛，所以他就去网上看这些视频，就越多的阴谋论给他。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个阴谋论说 ，OK， 在一个 Comet Ping Pong 这个餐厅，是一个披萨的餐厅，他说在他地下室里面有关着很多儿童性奴。然后这哥们就相信这个言论，然后拿着枪说要来解救这些儿童。但是到了这家披萨店的地下，到了这个店的时候，他发现没有地下室，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他深信不疑，就拿着枪来解救他们。他这个还会追踪你的脸部位置。可以，这是相机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这个没有的话，就糟糕了，是吧？你这是什么东西啊？小草稿。哎呀，可以啊。